还有1分钟，没许愿吧？还没有。给你补上。一下都不知道该许什么愿了。那就开心平安。说清接下来想干什么？我想喝酒。好。想玩？你会玩吗？别的不说，玩骰子我特别厉害。巧了，我也不差。哦，那来一局。赌注是什么？小了我可不玩。你要是输了，就让星辰3.4%的股份给我。行。说真的。你要是赢了，给你啊。行，就赌这个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真的？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当然，来。3个3。3个6。4个5。5个5。6个5。7个5。怎么，要开我？炸我！开！我赢了。你说吧，想怎么办？你想干嘛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生日快乐。帮你戴上。好了，送你回家。
刚刚的赌局，你还没有说要什么赌注。如果你输了，你真的会给我3.4%的股份吗？会。那我也愿赌服输。From this that's guiding me, we are the one that God keeps blessing endlessly. You are everything. 韩总身材真好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看不够。看不够。干嘛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肯定是昨晚运动过度了。你在说我挠你？开玩笑的，我去做饭。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。好。过了多久，偶然的相遇，记忆中的那张脸牵动心绪，再诉说也听闻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你确定吗？你在做什么？这个是沙拉酱，准备给你做一个蔬菜沙拉。沙拉酱，你教我。好，来。这个往里倒。对。倒多少？不用很多。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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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啊，这个是搅拌。不是这么搅拌，你看，这样搅。来，手这样拿着。不需要太快接受彼此，也不必匆忙爱上各自，让在原地徘徊，不走开，期待总有一天你会回来，不是先开口就认输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赌注，重来一次就算再难过，我依然义无反顾，不再是路过。对了，人才库的方案都做好了。第一稿方案已经完成了，一会儿开会讨论。好。我就不陪你上去了，你要注意休息啊。放心吧，
想我了就来找我。走吧，拜拜。好。这就是 AI 人才库第一稿方案，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？刘总。季总，方案我没什么问题，但 AI 人才库投入非常巨大，周期漫长，而且没有盈利，恐怕落地很难推进。这个问题，韩总在做决定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。AI 人才库是东一和汉芯未来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别的国家早就已经有 AI 人才库资源，甚至有一些国家已经建立得非常完备。我们国内不缺人才，但是缺的是这样的平台。对于 AI 领域，技术是一门门槛，人才可遇不可求，而且很难批量培养。如果我们能拥有自己的 AI 人才库，我相信在技术上也会有飞跃式的提升。刘总，我们非常缺少在实操中能够解决商业问题的应用型人才。AI 人才库的资源共享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实操案例，对培养应用型人才也非常有帮助。这些道理我自然都明白，但毕竟是初次尝试，我担心现阶段如果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，万一项目中途夭折了，对东一和汉芯来说，都是一种浪费。技术人才和医疗资源共享，是东一智慧医疗的重中之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，全力以赴。季总，人才库要冠东一的名义，资金大头将会从东一身上出，董事们是最看重投入产出的。就算我们把方案做得再完备，恐怕也很难通过董事会。过会的问题，韩总会去解决。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要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修缮这一版的方案。会开得怎么样？看完了，大家还是有点顾虑。有顾虑正常。方案怎么样？我们说好了，你只负责董事会的事情，方案的事你别管，交给我。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。知道了。药店怎么样？舒服吗？特别舒服。再舒服也不能久坐，来，起来活动一下。我刚刚学了一套缓解下背疼痛的动作，你跟我一起练，来，来，好，先这样站直，然后吸气，
别笑，严肃点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吸气。好，向左转，吐气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回到正面。吸。向右转，1、2、3、4、5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换一个动作。你把手这样打开。怎么在这儿？在这儿看夜景好美啊！啊，我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，还真没在这儿看过夜景。欣欣，以前我们时间都太满，都没空陪对方。我想，我们以后多留点时间给对方。好。干什么呀？就跟我们这样，好像一家3口，爸爸妈妈和一个调皮的孩子。以猫的年纪来说，它可比我们加起来年纪都要大。小猫咪可听不得这种话。韩总越来越懂事了，都知道在送我上班的时候给我准备好醒早咖啡了。懂事，贴心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下次再给你准备别的。那我要点菜哦，下次我要胡萝卜橙子汁。好。哎，志忠。哎，欣姐，有一个要紧的事儿，我得和你汇报。怎么了？左阳公司单方面的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协议，并且不再续约。在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里面，左阳公司是唯一一家要碳金属材料的。目前我手上有个产品必须要用碳金属材料，要不然进度根本就推进不下去。我还是问了采购部之后才知道的，所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商量商量，接下来怎么办。是他们毁约还是合约到期啊？按道理说是正常的期满解约，但是呢，我也问了一下采购部，合作期间一切都很顺利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不再合作了。期满解约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签续约文件，也没有办法追责呀。是这样，没错。但是我们现在急需他们的材料进行产品实验呀。这样，我先想办法把这个月的供货量搞定，只是要的急，可能需要多花一点钱。明白。但是咱也不能每个月都这么东拼西凑的。欣姐，我是觉得这一次之后啊，咱们需要寻找新的稳定的材料供货渠道了。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有一个设想，正好现在可以试一试。什么设想？实现了再说。行，那先这样。拜拜。麻烦韩总改个目的地呗。好。你怎么不问我刚刚设想是什么？比起言语描述，我更倾向于直接看成果。罗平出国考察这段时间，看来季总很繁忙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我代理他工作呢？但是比起韩总，我这不算什么，9牛1毛。是啊，马总，科博的原材料质量很有保证，汉芯不就一直跟贵公司合作吗？我们是想，厉总，你现在不是汉芯的销售部吗？怎么还管采购的活啊？都一个公司的，能帮则帮，哪还分什么采购部、销售部啊？厉总果然仗义，那我也就不给您拐弯抹角了。
您联系我是不是因为左阳那批货出了问题？而我们刚好从国外进了一批碳金属材料。马总真是消息灵通，那我也开门见山，您帮了汉芯，我们一定记着，日后马总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。李总客气了，您开了口，这个忙自然是能帮则帮。马总爽快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合同拟一下。李总，你也知道整个市场都缺货，以我们的库存量，连老客户都不够，你们要的货又多，实在是供不上啊。这样吧，最多100斤，价格上涨30个点，您看怎么样？那先谢谢马总了。马总啊，别打电话了啊，都等了这么久了。李总，咱们回头再说，你考虑一下啊。再见。啊，哎，来。丽姐，别皱眉了，喝点东西，补充能量。谢谢。是我谢谢你才对，孩子想办法帮我们解决材料的事儿。互相帮忙应该的。再说，我也还没解决呢。上午跑了一圈美阳材料，刚刚又联系了科博材料，都没结果，实在头疼。欣姐发微信说，供货的事搞定了。真的？你看，太好了。明天中午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去个地方。哦，好啊。那明天见，我先走了。啊。吃点东西吧，来。哇，太幸福了！工作的时候能吃上一口韩总亲自做的面。对了，原材料的事我解决了。这么快啊？怎么解决的？巨皇的总裁最近来新港出差，秦丽跟他关系也不错，就帮我约了他，还有徐氏集团的徐总，我们达成了战略合作。他们一个有德国高新材料技术，一个是本土材料企业，这样一来，既可以解决本土原材料质量不稳定的情况，还可以帮助德国巨皇拓展中国市场，而且汉芯也有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。这可是个创造性的合作，季总厉害了。过奖，都是跟韩总学的。但是我总觉得，左阳突然取消合作，是有人在背后搞事情。已经和同科合作了，价格比汉芯高15%。太小了。什么小？格局。恶性竞争，损人不利己，格局太小了。互利共赢才是大格局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季总一样有大格局的。哼。走吧，洗个澡，早点睡。我再看会儿资料吧，马上就要过董事会了。你先去洗漱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对了，季总，这有份文件需要你签注一下。
这就没了？一天只能用一次。一天只能用一次啊？那我连男朋友的权利都不能使用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看一看，还有什么可以用？陪伴卡，游玩卡。这我还能去哪玩呢？看个午夜电影不错吧？祝福卡、披萨卡，这个好，按摩卡。刚好浑身酸痛啊！哎呀，闹钟走走卡走。走去哪？给你按摩呀，哪儿不舒服？哪不舒服？家里有针吗？给你针灸。针？去床上针吗？啊，床上拔。特意为我准备的。谢谢。跟我还说谢啊？这次本以为结了星辰的原材料，可以给他们制造些麻烦，没想到又被季星给解决了，还顺便让他打通了新的材料合作方向。看来釜底抽薪这一招对他不管用啊。季星是有点本事，可是他经验少，时间长了他就露怯了。不尝尝吗？啊。喂。事情都办妥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怎么了？我让手底下人找了个营销公司。你要干嘛？就不劳常总费心了。果然不能得罪女人，狠起心来，真是一点都不留情了。我留情的时候，人家可不领情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商业竞争，不讲感情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的咖啡。菜我已经点完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再加点。都是我爱吃的，没什么要加的了。其实啊，平时出去吃饭，他们都不让我点菜，要不然嫌我点的不好，要不然嫌我点的多了浪费。唯独和你一块吃饭，你爱吃什么，我倒是胸有成竹。那作为你的老同事和朋友，我可是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丽丽，这束花是送给你的。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，这束花和你第一次来乌塔房的时候带的那束是一模一样的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感觉整个房间都被你点亮了。我知道，过去的我很不成熟，为了追你，做了很多的傻事儿。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。自从星姐走了之后，我们共同守护星辰，一起成长，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。我呢，也一点一点变得成熟了。或许曾经，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、冲动，但是我愿意为了你，变得更好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，丽丽？我喜欢你。小姐，
你说苏总是不是因为厉总才不去的呀？我觉得他就是不舍得厉总，没想到苏总也是个恋爱脑。苏总呢，他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不过他从德国回来就是汉芯的首席技术官了，就这么错过了，也太可惜了。可能这次还是得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，我既然做好了和你表白的心理建设，那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心理准备。没事儿。你看你，刚还说自己成熟了，现在又一脸失落。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请我吃饭呀？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饭。哎，其实这一次表白也算是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。我衷心的希望你开心、快乐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的成熟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还有，你说错了一点，你不是从欣欣走之后你才开始成长的。你还记得那时候打印机出故障，我们一起去借打印机，你还指导小左修刮刀，那时候你就已经是星辰的支柱了。记住，你不是为了我变好的，你要为了你自己。你有你自己的优点，真诚、认真、负责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还有你记性还特别好。当初那束花我随便买的，我都不记得长什么样了，你还记得？这花我收下了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其实是为了维护我金牌销售的形象，才一直吃西餐的。我其实喜欢吃臭豆腐。臭豆腐？你爱吃臭豆腐？啊？哎，这个附近有一家那个特别正宗的那个街角那家湘菜馆。对，就是那家。哎，我现在就给你买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很快很快，等我啊。来啦，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蛋糕。谢谢。开门做生意的人连个笑脸都没有。眼看我那个不苟言笑的大侄子都找到了归宿，而我这个风流倜傥的小叔叔却还没有个着落。你就看在我最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，你得给我转正吧。我再想想。我就知道，问你是白问。好啦，别垂头丧气的。给你看一下我账号，最近做一点点小改动。什么呀？点进去看。
不着忙。你什么时候给我转正啊？很丑，你什么时候拍的？你不是总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你转正吗？那就是现在。你愿意吗 ，Mr. Lu？ 我愿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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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生出民国的正式男朋友。我愿意，这个就是我的正式女朋友。是你的正式男朋友。傻。好了，你快放我下来。但是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你突然给我转正了？大概就是因为欣欣和韩总吧，让我觉得在生死面前，什么事情都不能等。我本来是想再准备准备，把这一天搞得特别一些的，但是现在等不及了。我也等不及了。那我可要行使我正式男朋友的权利了。等等，我要检查一下你关注列表里还有多少漂亮姐姐。我喜欢你之后，我的社交平台都要长草了，还漂亮姐姐呢。以后我就只粉你一个。上来一趟。欣欣，来，这位是我女朋友季欣，瀚海星辰的副总，这位是谭雨妮小姐。谭小姐你好，我看过你的电影，特别漂亮。你好，本来想邀请韩总一起共进午餐，既然韩总女朋友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婷，艳福不浅啊，婷。他自己突然跑过来，你吃醋了？这不是找你来救我吗？刚才我已经替你当面宣誓主权了，他肯定不会再来。表现不错。12点了，想吃什么？要不我们去朗厨吧，那儿好多明星都喜欢去。好。啊？下次。我已经订好餐厅了。走。走。想吃什么呀，韩总？听季总的。那说好的我请客。难得季总请客。什么叫难得啊？哎，小心！韩总，你又没事吧？韩总，季总。拨打120。别，叫唐总。江总。进。小韩总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只听说唐宋特别匆忙的从办公室里跑出去。咱们东科有人在地下停车场看见他和季总扶着小韩总上了车，小韩总到现在也没回来。果然上次受伤的事没有那么简单。
这件事要告诉周董事吗？等等再说。明白。结果出来了，魏主任说要尽快手术。好。很疼吧？没事，你别哭。没哭，你好好睡一觉。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。董事长来了。董事长，季星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我进去看看他。好。爷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都这样了，我在海南还待得住吗？我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儿，你呀，就是不长记性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想您之前对我说的话。后面我做事会留有余地的。困兽犹斗啊！你记住，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别人的人性。知道了。这一次的事儿和季星没关系，是我连累了他。我大老远的从海南赶回来，不是要对一个小姑娘兴师问罪。你爷爷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。爷爷，对我来说，他跟东阳一样重要。被爱包围，自然是好事，但爱是铠甲，也是软肋。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也要保护好他呀。我可不想让这些人成天就戳我孙子的肋叉子。爷爷，快点好起来吧，别让一个女孩子总替你担心。知道了。公司的事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对外宣称你临时有事出国了，啊。好。走了。星姐，你看看这个视频，里面说我们的植入类器械产品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。植入到人体内的器械本该是救人用的，却质量不达标，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，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，会不会致癌呢？这就需要专家解答了。
汉匈黑心无良。瀚海星辰居然还好意思叫这个名字，很深啊，懂的都懂。东洋医疗赚黑心钱，不怕遭报应啊！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出厂都是经过质检的，里面不可能出现放射性物质，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在黑我们。要不我去公关一下，看看他到底什么目的。先不着急，有人既然能拿到我们的产品，还能用所谓的专业设备去做检测，再发到网上传播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们要是现在联系他们，说不定会被他们反咬一口，说我们做贼心虚。你说的对，那我先发个声明，否认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，我们要是否认了，说不定正中人家的意，再来个第二波攻击，到时候双方撕来撕去，大家也分不清楚真假，心里就会存疑，一旦存疑，受损的就是我们。药械行业，质量问题是底线。我懂，但我就怕，如果现在不发声明的话，后面事情越闹越大。要不要再拖几天？说不定事情就自动平息了呢。不能拖，一拖就完了。这样，你们去联系媒体，下午2点在1楼大厅开个发布会，找人布置一下，我去把这事儿同步给陈总。好，那我们先去。袁总，汉兴这次的事儿，可正是个对付韩婷的好机会啊。这次出不出手，要看汉兴那边怎么处理。现在出手容易落把柄，没有必要。你不会是心软了吧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退。那小子手段可比咱们狠多了。看看再说吧。这次的危机容易牵扯到东洋，对我们也有影响。也是。不过要是他们处理不好的话，袁总，你正好可以下手拿回东一呀。别怕，我等你出来。状态不太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一瀚海星辰的副总裁季星。对于今天网上流传的视频，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，瀚海星辰的原材料绝对安全。我们国家对植入式医疗器械的质检流程十分严格，瀚海星辰的每一项产品都是经过了药监局的认证，并且拥有医疗器械注册证，绝对不会有辐射问题。你凭什么保证汉兴的产品不存在放射性物质啊？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植入人体会对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，难道汉兴就这么不顾患者的生死吗？
你们是不是使用了特殊手段通过了质检？你们的产品已经大量投入临床，如果真的出现问题，你们该怎么办？对于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，你又作何解释？这些记者也太过分了吧！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客观和中立吗？现在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，就把锅都扣到星星身上。好，你先别着急，季星他一定能处理好的，啊，放心。我手中这台放射性物质检测仪，跟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。这个是我们汉芯科技生产的锥间融合器。没错，超过了正常值。这个也会响吗？还是超出了正常值。借你的本子用一下。我的机器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像这种检测仪是可以做手脚的，它的检测结果并不可信。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患者放心，我代表汉芯宣布，我们会向社会征集一批检测仪，对产品重新进行检测，并且公开检测结果。这样看，星辰还挺有底气的。你看看呢，中国。对呀，你看吧。既然你们觉得没有问题，何必要再大费周章的检测一遍呢？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事关健康，怎么谨慎都不过分。产品权限召回之后，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，并且整个过程全程直播。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，到时候大家心里自己会有判断。你们看看结果吗？这孩子，把东阳的态度说得很明确嘛。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证据，视频发布者之前就有造假勒索的先例。如果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深挖一下，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题材。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帮造谣者制造舆论环境。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，深入调查之后会给出结果。借此机会，我也向各位发出邀约，邀请大家有空来东医、来汉芯参观我们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，近距离的了解我们对各项产品的严格要求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在发布会结束之后，可以联系我身边的工作人员。一会儿结束去看看，一会儿一起去看看。这就算洗完了。也不算洗，之前误会了。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，请大家关注后续的处理结果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季总，你这次发布会应对的太棒了，不仅显示出了东医和汉芯的坦诚，还免费拉了一波媒体帮忙做广告。陈总过奖了，只是接下来要辛苦销售部和公关部的各位了。销售部负责召回所有同批次的产品，同时安抚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患者，承诺后续保障工作。公关部负责调查这次发视频的那个网红，保留所有的证据。同时找第三方公司做检测，实时公布检测结果，注意舆论动向。行，那大家去忙吧。陈总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好，那你去忙你的，其他的事情我盯着。辛苦。
季总，他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。太好了。醒了。我去给你擦擦。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到第一位，有关健康，怎么谨慎都不过分。产品全线撤回之后，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。你别看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，还不好意思。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是怕你被我迷得茶不思饭不想。那完了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。哼，季总越来越厉害了，佩服。彼此彼此。你觉得这件事是谁干的？汉兴分了谁的蛋糕，那就是谁呗。对了，发视频的人今天联系我们了，说希望道歉私了，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，但是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那你怎么看？谁会为了博眼球得罪东阳集团啊？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啊，只是这个背后的人很难揪出来，他们肯定都已经串通好了。看样子你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。事已至此，让他们公开道歉，舆论会谴责他的，还能给东医赚一波正面宣传。看来我们的季总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，那我就可以安心休个假了。你就先养着吧，这事儿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来，啊。给你，跟我一起吃。哎呀，打扰了。爷爷，董事长，恢复的怎么样了啊？挺好的。好，抓紧时间，赶快康复。季星啊，公司的事情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这个新闻我看过了，突发事件处理的不错，都是他连累了你。对对对。董事长，我跟韩婷是一体的，没有连累二字。既然有牵有挂，以后做事就要更加谨慎，三思而后行。是。对了，上次我给你们写的那个星和婷啊，我找人已经给装裱好了，有空去取一趟，也算我给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礼物吧。
谢谢董事长。你那么习惯叫董事长吗？谢谢爷爷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继续吃橘子，继续。爷爷再见。再见。您慢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吃橘子。嗯，来吧。吃橘子啊？还吃吗？爷爷。小月呀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今天你能到这儿来，说明你啊还没有彻底的糊涂。他是不是跟您说什么了？小婷在我面前从来没说过你半句不字，可你都做了什么呀？你以为我真的老糊涂了，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？这个小婷要是跟你耍手段呀，恐怕你呀还真招架不住。爷爷，对不起。小月呀，这话你应该跟他去说。你们两个是姐弟，血浓于水啊。丁总，汉兴的季总想见您。苑总，打扰了。请进。你不是一直在医院照顾韩婷吗？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？我是特意过来跟您道谢的。道谢？头2天在医院，我看见您去看望韩婷了。我知道，其实您一直很关心她。而且这段时间韩婷受伤的事情，也一直没有传出去。我相信，您也在帮忙压着呢。道谢就不用了，我做这些事情呢，只是不想让爷爷操心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？明天的董事会，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一起说服在座的各位董事，通过 AI 人才库的提案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帮你？AI 人才库如果做好了，获利的不仅仅是东医，东科也很需要优秀的 AI 人才还有资源。而且到时候整个集团获利，是东洋集团的荣耀，更是您这位副董事长的成绩。韩婷在德国那10年，一直都是您在打理东洋。这么多年，公司在您的手上一直发展平稳，发展得很好，可见您对他的付出。韩婷突然回国，直接空降东医总裁，换了谁一时都很难接受。你倒是比韩婷会说话。韩婷嘴上不说，可是她心里都明白您对东洋的付出。坐着说吧。谢谢。我承认 AI 人才库的前景确实不错，但是造价摆在这儿，推进并不容易。我跟韩婷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只要董事会通过，接下来的进展会很顺利的。再说了，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，那不就证明我跟韩婷的无能？到时候苑总想要拿回东医也是应该的。
谢谢你，这么为我考虑。袁总，投赞同票对您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，于公于私，您都应该放心的支持人才库。相信以您的心胸和格局，一定会做出更有力的判断。12床的病人还要再观察一下。好的，邵医生。季星，哎，奕晨，韩总今天要出院了吧？对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别紧张，他术后恢复得挺不错的。回家之后一定要多卧床休息，他可以适当下地进行一些功能性的锻炼，预防血栓啊，还有一些并发症。切口呢，2到3天换一次药，1周之后来医院拆线，1个月以后，他就可以正常活动了。记住，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，一定要用轮椅代步。好的，谢谢，这2天辛苦你了。咱们之间不用客气。看到你和他经历这么多事，我感觉他可能真的是最适合你的人了。星星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向你请教一下。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专门问了邵一晨，他说你现在还不能多走动，明天你要去董事会的话，还得带上定制的外固定支具。即便如此，站立的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。还是季总考虑的周到啊。支具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明天一定要很小心。一切都听季总的安排。干嘛？想亲我？那得等你好了才能亲到我。谁说我亲不到？来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过来啊！走，自己走，走2步。自己走可以啊，你还挺顺。我来喽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舒服一点？舒服多了。放心吧。唐宋，再开慢点。好的，季总。我们回自己公司还这么偷偷摸摸，跟贼一样。这可真是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。1次就够了，不可以再有了。我去调设备，你把衣服脱了。哦，怎么不动啊？我现在是个病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帮我呀。哼，韩总，你得自己多练习才能好得快。我自己不行，你帮我。那你求我呀。求求你了，季总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不扫描了。好了好了，扫描还是要做的。来，我帮你。来，伸手。你慢点儿，你慢点，小心小心。哎呦！小心！你别乱动。你轻点。什么？我够轻了呀。季总，
了好了，你手再抬高点儿。你现在怎么像个小孩一样？怎么了？我还是很担心。有你给我做的微固定直觉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就算有直觉保护，你也不能做太久。怕明天局面太焦灼了，会耽误太长时间，你身体会受不了。别想那么多，你现在需要养精蓄锐，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董事们，知道吗？快睡吧。我已经做了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，我不紧张了。你也要放松一点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谢谢。我才不要这种口头谢谢。等你平安撑过今天，再谢谢我。那为了今天的董事会，能不能先给我个胜利之吻？